樱桃来我们单位实习的时候，读大四，勤劳勇敢，任劳任怨，布置给樱桃的任务，他永远能做得又快又好。这么好的资质，还这么努力。当时刚好我们部门在招人，我跟樱桃说，我们考虑留下你，你好好准备简历，只要人力资源部通过了，你毕业后就是我们的同事了哦。我所在的单位是全国一流的报社，夸张点说，是全国新闻系、传播系的学生膜拜的地方。那一年就业形势还超级惨淡，按照常理，听到这样的消息，幸福到晕厥，或者原地旋转3圈，都算是克制的了。樱桃拒绝了，他说，他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当好一个贤妻良母。当记者的话，工作时间太不稳定了，虽然不用打卡上班，同时也意味着不能准点下班。他想找个朝9晚5的工作，比如当个老师，进个国企，安安稳稳。因为男友搞 IT 的，工作忙，他希望每天他回家的时候，能吃到他做好的饭。贤良淑德，多么稀缺的品质！我本来该给他点赞的，但是我真当她是妹妹，于是我跟她说，最重要的不是先让男人吃上饭，而是让你自己吃好饭。她说，对，所以我想找个铁饭碗，不想冒什么风险，找什么需要加班加点打拼的工作。我说，什么叫铁饭碗？不是你在一家单位有饭吃，而是你去任何地方都有饭吃。你才23岁就想图稳定了，稳定是需要资本的。当你年轻的时候努力上进，熬过最开始那几年，到了30岁，积累了足够的能力和经验，你才有资格谈稳定。就像我当初在报社实习，为了暗访收容所差点被打，为了采访打工子弟学校差点招惹黑社会，为了负面报道被一个大学校长指着鼻子威胁，让我出门小心点。后来正式当了记者，为了一篇稿子没写好而哭，为了一个标题没取好而哭。只有经过这些，我才勉强有了安全感。然后我语重心长地劝他，妹子，与其把青春、把人生维系在男人身上，还不如先挣点钱。以你的勤奋度，在我们这儿，1个月拿1万块的稿费都不算难，还能积累人脉，以后想转型都有很多可能性。老子掏心掏肺，口水都说干了。樱桃听得特专心，特认真，然后说，我知道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我还是认为婚姻和家庭比事业重要多了。于是樱桃就帅气地追寻她的男友和她的铁饭碗去了。这个故事成了我自作多情、好为人师的证据之一，一直被朋友调侃。前段时间，樱桃给我发短信，咪蒙姐，我能来看你吗？我说好。你想吃什么？我请你。于是我们吃着火锅，聊着他的近况。本来那家火锅味道真的超赞，鸭血和豆腐超好吃，结果席间他哭了几次，害得我不能欢快地吃下去了。樱桃大学毕业，去了一家传说中很稳定的企业，确实是朝9晚5，确实让男友吃上了温暖的饭。没多久，樱桃的部门领导在职场宫斗中失利，导致他们的部门被裁掉了。
于是樱桃被分配到一个更闲散的部门。这里另外2个人都是挂的闲职，常年不上班。樱桃每天自己跟自己玩，上班的内容就是闲得蛋疼，以及偶尔整理一下文件。突破樱桃底线的是换了工种之后，他的月薪从5500降到2500，樱桃连农民房都租不起了。樱桃辞了职，开始另找工作。他发现自己可以选的已经不多了。一方面，工作这2年，他什么都没学到，基本上人生处于停摆。面试中，对方问他什么专业问题，他都答不上来。另一方面，这1年的就业形势更严峻了。好死不死，这段时间也是樱桃和男友感情岌岌可危的时段，最大分歧在于花钱。男友是典型的凤凰男，最讨厌女人乱花钱。樱桃因为找工作，头发都急白了，去淘宝买了假的欧莱雅染发剂，25块。男友说他败家。如果樱桃花的是自己的钱，她可以叫男友闭嘴，可是她当时失业，只能忍了。没有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她去了一家网站，月入4000，一周工作6天，每天加班到10点，还成天被变态领导骂。现在她想通了，挣钱比男人重要，她想选择一份高薪的工作，可惜已经没有机会了。其实吧，每次我看到年轻姑娘们把大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研究如何钓一个金龟婿，如何让男友不变心，如何查岗，如何逗小三，我就很想说，不如放下这些，先去挣点钱，把跟男人死磕的精神花一半在工作上，你们的格局都会大得多啊！挣钱能得到什么？只要你做的不是邪门歪道，在你获得钱的同时，你还能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你能获得职场技能的提升，你能获得进步和成长。当你有了钱，生活层次提高了，见的世面多了，你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你可以找男人，可以不找，你还可以遇到更高层次的男人。在职场，所谓的安全感，就是单位任何时候倒闭，你都可以找到同等收入的工作。在婚姻中，所谓的安全感，就是任何时候离婚，都独自养得起孩子，并且不会降低生活质量。通常情况下，钱比男人更能带给你安全感。